知唔知你呢度唔可以停車㗎？你問我都唔知㗎，你問架車啊嘛。你咪玩嘢啊！咁叫玩嘢啊？咁先叫玩嘢啊！男人当街挑衅警方，甚至还扬言要把他们的丑态发到网上，让全港市民观看。直到这2名警察服软，他才嚣张地带人离开。谁又能想到，男人在几年前还是一名深受上级信任的卧底。他叫拉菲，是便利店的服务生。这天呢，突然遇到2个劫匪打劫，拉菲赶紧配合他们蹲下。就在这时呢，由黄秋生饰演的征信社老大一哥登场了，他3言2语就将劫匪吓得落荒而逃。拉菲见他如此威风，当即就要拜入一哥的门下。一哥见他眉清目秀，根本就不像古惑仔，当场就收下了他。但让拉菲没想到的是，一哥并没有让他跟在自己身边，而是安排他去报考警校，这样呢，一哥就能在警局安插一名卧底。一哥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，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名卧底。多年以前呢，完成任务回归警队，原本以为终于能回归正常的生活，谁知同事却像防贼一样防着他，执行任务呢从来不通知他，一有意外呢首先就怀疑他，甚至连调查科的同事也将他盯得死死的。一哥忍无可忍，将调查科的同事打了一顿，不料迎来的却是停职调查，他再也忍不了了，当场就辞职做回了古惑仔。拥有丰富卧底经验的他，在征信社如鱼得水，很快就坐上了老大的位子。一哥也因此有了七哥这个外号。所谓七哥，也就是二五仔，是叛徒的意思。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，比较可信的有2种说法。其一是清朝有个叫马宁儿的少林僧人，因触犯寺规被逐出少林，他因此怀恨在心，向官府举报少林反清复明，并提供了人员名单。于是呢，便引发了火烧少林寺的惨案。因为马宁儿在少林武僧中排行老7，所以便有了七哥这个称号。后来又有人把7分成2和5，以二五仔统称叛徒。据说在一些帮会的入会仪式中，还有着一些斩鸡头的环节，象征着斩杀马宁儿。有时也会用写着马宁儿名字的红纸包住莲藕，然后呢以菜刀斩之，以达到震慑心丁的目的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二五仔出自《东周列国志》，春秋战国时期。晋献公宠幸的梁武和东关武2人密谋帮骊姬的儿子谋权篡位，晋人便将这2人称作二五偶，从此呢二五变成了叛徒的代名词。回到电影，拉菲没有辜负一哥的期望，顺利考上了警校，但造化弄人，拉菲因为成绩优异被贤婶看中，居然又派他回到正兴做了卧底。而更加巧合的是，拉菲又被安排到了一哥身边，这下连一哥都被逗笑了，还给他起了个卧底的外号。原本拉菲只要配合一哥，时不时的放出一些烟雾弹给警方，一哥的生意定能越做越大。不过贤婶也不傻，他怀疑是拉菲故意提供了假情报，而且还责备他越来越像古惑仔了。谁知拉菲一句话把他说的哑口无言，他不像是会死的。一哥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会引起贤婶的怀疑，于是决定放一些真情报给警方。他自然而然地将目标放在了死对头卓孝身上，而拉菲也十分愿意，因为他也和卓孝有仇。在拉菲刚回到社团时呢，遇到了一位清纯可爱的女孩凯伦，他主动追击，2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。可不巧的是，这个凯伦刚好是卓孝的亲妹妹。卓孝得知2人的事后勃然大怒，立刻就将拉菲绑过来暴打了一顿。拉菲是自己的死对头失效，他辛辛苦苦将妹妹拉扯大，送她去上大学，就是希望她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而不是找个古惑仔做男朋友。这是卓孝的底线，他越想越气，下手越来越狠，这也让拉菲产生了怨恨。于是他刚一被放出来，就立刻带人疯狂扫荡卓孝的场子。事情越闹越大，很快呢便惊动了正兴的龙头老大福爷。福爷虽然在社团说一不二，但处理事情呢却十分公道的。虽然拉菲引起了内斗，但毕竟是卓孝动手在先，于是便让卓孝赔了拉菲一笔医药费。之后呢，又勒令拉菲和凯伦分手。虽然2人表面上都没说什么，但这个梁子呢，就算是结下了。于是很快，拉菲就将1包面粉藏到了卓孝的酒吧，然后立刻给贤婶通风报信。但卓孝江湖经验十分老道，这间酒吧根本就不在他的名下。之后，卓孝为了报复拉菲，又派人开车撞了他的场子。就这样，2人你来我往，直到有一天呢，拉菲在和凯伦约会时，突然接到一哥的电话，于是便要起人离开。谁知凯伦突然大声向他控诉，原来拉菲这么久以来很少给过凯伦一个完整的约会，每天不是在砍人，就是在砍人的路上。望着起身离开的凯伦，拉菲赶紧跑过去拉住他。他知道凯伦是个好女孩，不应该把大好的青春耽误在自己这个古惑仔身上，于是呢便提出了分手。谁知凯伦突然抱住他，接着就是一场激烈的拥吻。
情到深处，拉菲终于下定决心，他要给凯伦一个稳定的生活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行动中，他开始给贤 Sir 提供真正的情报，希望自己能早日归队，做回警察。谁知贤 Sir 居然在半路出了车祸，能证明他身份的就只有贤 Sir。如果他就这样被捕，那极有可能会坐一辈子牢。于是拉菲看准时机，准备逃走，但还没跑出多远，就被木板上的钉子扎穿了脚底。拉菲就这样被捕。警局中呢，警员们对他实施了刑讯逼供，但他却什么都不敢说。因为他一旦招供，不仅自己要被判入狱，还会被征刑社追杀。但就算他闭口不言，征刑社就会放过他吗？显然不会。很快呢，征刑社专门就拉菲被捕一事召开了会议。这里不得不提一句，曾志伟不会是香港影坛吃盒饭的第一人。虽然这部电影中曾志伟不是主角，但是这场吃盒饭的戏份被他演绎到了极致。尤其是这个将背心卷起来的细节，将一顿简简单单的盒饭吃出了非同寻常的气势，连一旁的吴镇宇和黄秋生都落入了下风。回到电影，虽然一哥一再保证拉菲不会叛变，但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向来谨慎的福爷又怎么会将社团的未来赌在一个古惑仔身上呢？于是他当即对拉菲下了追杀令。卓孝首当其冲，立刻就跳出来争取这个机会，而一哥当然也不可能让他得逞。拉菲是他的人，就算要动手，也应该由他动手才对。但福爷显然不关心这个问题，对他来说，只要能解决拉菲，谁动手都是一样的。而此时被困在警局的拉菲也采取了行动，他要去确认贤 Sir 的生死。于是拉菲以自己的脚痛为由，大声呼叫警员。很快呢，他便被送到了医院。可还没到诊室，拉菲又吵着要上厕所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正行的杀手早就悄悄跟在了身后。一进厕所，杀手就趁机干掉了看守的警员。外面看守的便衣听到动静后，立刻赶了过来。两人同时举枪，一声枪响过后，两人同时倒地。拉菲立刻跳窗逃走。他先来到一家宾馆，让自己最信任的小弟帮自己处理好伤口和手铐，然后便准备行动。谁知小弟一出门，便将消息通知给了郑兴。拉菲见势不妙，抄起菜刀就冲了出去。虽然他很快解决了附近的刀手，但很多的刀手呢正纷纷赶来。拉菲灵机一动，打晕了附近的警员，将他的军装套在自己身上。刀手们见有警察在附近巡逻，纷纷作鸟兽散了。拉菲得以潜入医院，但贤 Sir 依旧处于昏迷状态。为了活下去呢，他只能给一哥打电话求救。谁知此时一哥正在开社团会议，于是呢便挂断了电话。谁知却引起了卓孝的怀疑。还好一哥身后的美女及时砸了手机，并以担心警方监听为由搪塞了过去。一哥十分理解拉菲目前的处境，于是私下去见了他。摆在拉菲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坐牢，二就是跑路。郑兴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拉菲，就算是一哥也保不住他。所以在贤 Sir 醒来之前，拉菲只有跑路这一条路可以走。看着眼前的拉菲，一哥仿佛就看见了当年的自己。他安慰拉菲不用担心，自己会安排好跑路的事儿。拉菲不甘心就这样独自离开，他决定带上凯伦一起走。于是拉菲突然开车冲到卓孝的地盘，当着他的面就将凯伦拉上了车。望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妹妹心甘情愿地被另一个男人劫走，卓孝愤怒之余也只剩无奈了。好在两人刚逃到香港就被警方拦住，惊慌之下呢，只能由凯伦去吸引警方的注意，给拉菲制造机会逃走。凯伦被抓到警局，岂料卓孝早就带着小弟将警局围了起来，他想借此向警方施压，让他们放了自己的妹妹。不过凯伦并没有犯罪，警方从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线索，也只能将他放了。回到家后呢，凯伦因为卓孝反对自己和拉菲在一起，大发雷霆。但平时对妹妹百依百顺的卓孝，此时却怎么也不肯妥协，因为不让妹妹和古惑仔在一起是他最后的底线。不过凯伦决然的态度也让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除掉拉菲。他知道凯伦一定会偷偷跑出去和拉菲私会，于是索性不再看管凯伦，只是让手下盯住他。果不其然，很快他就得到了拉菲的消息，于是立刻带人冲了过去，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打，然后让手下将他从楼上扔下来。岂料妹妹凯伦突然砸烂酒瓶，对准自己的脖子，用自己的性命要挟哥哥放过拉菲。看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妹妹这般模样，饶是卓孝有再多小弟，在社团有再高的地位，他都没有了一点办法，只能向凯伦妥协。岂料一转眼，卓孝手下的小弟就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一哥。得知卓孝没有动手，一哥便决定亲自动手，除掉拉菲和卓孝。原来一哥在社团和警局埋下了大量的眼线，他早就发现拉菲背叛了自己，给警方偷偷传递消息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除了拉菲以外，警方还在他身边埋下了其他的卧底。没过多久呢，贤 Sir 就收到一个准备动手的消息。与此同时呢，卓孝已经准备了一辆大货车和一大袋子钱，准备送妹妹凯伦和卓孝离开。就在这时呢，一哥突然赶来要强行搜车，卓孝自然不可能让他得逞，掏出枪就对准了他。谁知他身后的小弟呢，也突然把枪口对准了他。原来一哥在他身边安插了不止一个卧底。就这样呢，一哥的手下成功打开车门，但却并没有在里面搜到拉菲。原来拉菲和凯伦早就趁机从车底逃走，两人逃到楼上，不料却恰好被一哥的手下发现。一声枪响过后，双方顿时陷入混战。就在这时呢，警方也赶了过来。
卓孝赶紧冲到楼上护住自己的妹妹，谁知他背后突然冲出来一个古惑仔，卓孝习惯性的侧身射击，但他从未经历过风雨的妹妹却不慎中枪。卓孝抱着妹妹的尸体悲痛欲绝，就在这时呢，一哥又出现在他身后，毫不留情的将他开枪打死。拉菲无法接受凯伦的死，疯狂向一哥开枪，两人立刻展开对峙。就在这时呢，一名警员突然冲了上来，一哥趁机将他劫持。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开枪时，拉菲走了出来，一声枪响过后，一哥应声而倒。就这样呢，案件终于落下帷幕。而拉菲呢，也开始面临和一哥一样的抉择。贤策给他两条路，一是回到警队，二是继续做卧底。拉菲勃然大怒，此时他终于理解了当年一哥的决定。拉菲再也不愿意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，于是毅然选择了离开。多年后呢，拉菲成了雄踞一方的黑社会老大，而警方针对他的卧底行动也再次展开。影片到这里呢，也落下帷幕。这部《拉菲哥之变节》是邱礼涛导演在2009年上映的作品。作为电视剧《雪警狙击》的前传，这部作品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，即使没有看过电视剧的剧情，也丝毫不影响电影的观看。在电视剧中，拉菲虽然只是配角，但人气无疑是最高的。不过到了电影中，他的气场比起黄秋生和吴镇宇两位影帝显然弱了不少。导演也刻意将镜头稍微向两位影帝做了偏向。不过本片的片名《变节》还是十分值得玩味的。首先是一哥的身份变化，从警察到卧底，再到警察，最后变节成古惑仔，然后是拉菲，从古惑仔到卧底警队，再到双面卧底，再到警察，最后变节成古惑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拉菲最后的变节是通过射杀一哥完成的。虽然杀害自己的老大是江湖大忌，但在那种情况下，他别无选择。要知道，一哥也是为了杀他而来的。原本以为他会选择做一名警察，谁知最后竟还是选了和一哥一样的路，成了一名黑社会老大。拉菲这个人物是悲剧的，但这也正是本片最精彩的地方。导演并没有对这个悲剧的人物进行美化，而是用他将人性的复杂呈现在了观众面前。